国内的音乐水平啊，已经倒退回20年前了，还有这种好事吗？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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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当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大爷，欢迎来到科技美学的直播间。科技不无聊，主播来吐槽，我们一起看一看如何科学的吐槽数码圈子那些事儿。咱们下面开始。不废话啊，咱们先从苹果开始。可能会有同学问啊，你怎么盯住苹果吐槽呢？是吧？你就逮着苹果一家黑啊，非常简单。因为每当我们调到iPhone 14的内容的时候，总会有同学关注过来看一看，流量密码了属于是啊。那咱们就来瞧一瞧，有没有一点比较真实的 iPhone 14的消息。2个月前，咱们刚开始做节目的时候，外媒就传来消息说 iPhone 14将会比之前的产品提升40%的性能。当时所有人都说这是瞎编，这是。咱们在节目里面明确的告诉大家，没有瞎编，这就是真实。但是呢，你得看看下边那个对比的产品是谁，你得会对比。那么随着苹果发布会越来越近，这真实的消息终于来了，来自比较大的国外媒体啊。Apple Insider 专业的苹果媒体爆料，提升没那么夸张，相对于 iPhone 13的 A 系列处理器，大概CPU 部分提升15%，GPU 部分提升25%，这个数字呢，应该就是比较现实的。同学可能会说，这也不过瘾呢，往常不都是几倍提升，你这才提升15%，肯定是假的。你说是假的就是假的啊！我明确的告诉你啊，90%这就是真的。但是呢，说实话，提升15%不少了，知足吧啊！这可是 A 系列处理器。当然，你要是觉得这个不满足啊，你不买 iPhone 14 Pro Max 吗？你可以买 iPhone 14啊。iPhone 14它没提升15%，它用的还是之前那个处理器，它就没提升，怎么样？是不是满足了？问大家一下啊，你觉得提升15%这是真的吗？大家可以打在弹幕上。我觉得是真的啊。之前一直有同学问说，这个苹果的 iOS 最新版本它到底有啥提升？苹果的 iPhone 14它到底有什么提升？我也不知道。但是呢，当两个东西合在一块的时候，就有提升了。是什么呢？通过这张图片，你能看出什么问题吗？有人说这看不出啥问题，这不就黑色壁纸吗？仔细看，在黑色壁纸下方啊，有一些淡色的图片，这是息屏显示。有同学说这个不随便一个安卓手机都有啊，你这啥意思啊？注意，这是 iPhone 上面的息屏显示。没错啊，你盼了10多年的息屏显示终于要来了。来吧，同学们，你觉得苹果上息屏显示这是不是一个重大的提升？大家可以打在弹幕上。同学说这不安卓都有吗？这有什么好吹的啊？我再提醒你一下，现在是在 iOS 新版系统上面。知足吧啊，知足吧。回忆一下啊，前2天在6月份的发布会上面，当时咱们曾经各种各样的猜测后来呢发现原来 iOS 系统最大的更新就是那个墙纸。那随着 iPhone 14的到来，更大的更新来了，就是息屏显示。关键这东西你看你怎么介绍它。我现在都想好词儿了啊，在苹果的发布会上，庄严的音乐响起来，磁性的声音告诉你，得益于苹果全新的 XDR 显示屏特性，我们的 Apple Watch 已经服务了上亿的用户群体，得到了广泛的好评。现如今，我们将 Apple Watch 的屏幕长显功能带到了全新一代 iPhone 14上。从今天开始，您将会像其他的 Apple Watch 用户一样，体会到手机长显功能的无比便利，是那味儿的是吧？好，反正就是把 Apple Watch 上面的功能挪到 iPhone 上面，一下子就会觉得是非常重大的升级。你们先别着急吐槽啊，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事情。它要没这功能呢，是吧？你们还得买吗？那现在有了这个功能，我觉得就比没有强。而且咱们需要说明一下，大家回忆一下 ，iPhone 13 Pro Max 是目前6月份之前当之无愧的手机续航之王，没有对手。电池续航如此优秀的情况下，如果能够加入息屏显示，有一些信息，比如说来了短信了，看看电池，看看时间了，我连屏幕都不用点了，是不是意味着 iPhone 14它电池续航比它还要再恐怖呢？对不对？凡事你得往好处想。有人说逻辑鬼才是吧？那是。最近经常会有同学聊说我要不要买 iPhone 13呢？主播我忍不住了啊！实话实说，我们最近几个月都在反复强调，在618之后呢，我个人已经不再推荐你去购买苹果的任何手机了。原因非常简单，在3个月之后 iPhone 14就要来了。但是库克他不按套路出牌，最近这几天一直到8月1号，苹果官方网站史无前例的推出了优惠活动，优惠人民币600元，你购买 iPhone 的时候都会便宜600块。史无前例这个词用的其实是很准确的。大家回忆一下，过去这10多年的时间，在没有新品出来的时候，苹果官方从来不降价，这是头一次。这降价一出来之后我看各大群这个梗图满天飞，苹果直销帮帮我们。
这老大爷啊，我可得离他远点啊！他卖啥滞销，你这咋整？好像混进了一张奇怪的图片，反正大概就这情况啊。这个不知道以为苹果真滞销了呢啊！其实呢，你可以回忆一下啊，之前咱们看整个618期间的国内智能手机的销量啊，苹果是一骑绝尘，苹果一家啊，等于从第2名到第9名销量加起来还没有苹果一个产品卖的多。你说苹果滞销吗？那怎么它就便宜600块？到底是为啥呢？我也没想明白。当然啊，这里面说清楚啊，你可别一激动就跑官网去买去了。其实呢，各大电商给出的现在促销活动虽然不如618那么多，但也便宜挺多啊，各种补贴下来还是挺有优势的。但是他们确实没有苹果官方有优势。苹果官方的售后服务和其他所有的电商平台都不一样，京东、天猫、亚马逊、拼多多全都不一样。有人说能差哪儿？就差在苹果官方买 iPhone 激活了你不满意都可以退，第三方谁家敢呢？谁家也不敢。所以呢，在这个情况下，它能降价600元，我觉得还真的是算是挺有诚意的。想买呢，你可以吧，可以买一下吧。但是我再次提醒你啊，2个月之后 iPhone 14要来了。说到 iPhone， 说到苹果，今天有一条好玩的消息啊，要给咱们游戏圈的同学聊一聊啊。来问大家一下啊，这个目前御三家啊，微软、索尼、任天堂啊，你最喜欢哪一家啊？可以打在弹幕上。接下来说这个事儿啊，特别好玩。索尼 PS5，今天呢一看到官方这张图片呢，给我吓一跳。我说这是什么？这个不是 P 的图，这是官方图，这是 PS5 主机。这难道就是我多年前的 PSV 2代吗？当时看这个图我激动坏了啊，后来发现不是，白激动了。这是索尼官方所推出的一款手柄。这个手柄呢，它是个拉伸手柄，它是联合 Backbone One 推出的一款拉伸手柄，给手机使用的。别的你要不认识，这刘海还不认识吗？这看上去还真挺好看的。大概是这个样子。然后这边呢，你可以看还有手机接口啊，插在手机上面。你看这张图，怎么看都像是索尼它推出掌机了，我还真的挺欣慰的。但是凡事它不能放大呀，放大来看一看，那熟悉的金手指，这是来挺接口的。这官方表示索尼呢为了满足玩家的需求，推出了一款 iPhone 专用手柄。插上 iPhone 之后啊，你就可以来玩我们的 PS5 串流游戏了啊！有同学一听啊，可能还挺高兴的啊，这不是索尼这不挺好吗？让更多的玩家玩到 PS5 游戏吗？你仔细回忆一下我刚才说的，索尼推出了一款 iPhone 专用的 PS5 手柄，有没有感觉到一股绿色的气息？正在使用索尼的手机的同学纷纷打出了问号。这不是我索尼推出了一个 iPhone 专用的 PS5 手柄，那我们索尼手机用户呢？当然啊，这可能还有一些同学不太了解这个到底是意味着什么。我给你表演一下子，媳妇儿，你看我给你买件衣服，你看这衣服好不好看？这衣服我也穿不上去啊，这怎么套不进去啊？我忘跟你说了，这个衣服吧，是我给隔壁老王他家媳妇买的。我现在让你看看好不好看。你要是觉得好看，我就给他拿过去，给你个大逼兜，好看。明白的同学可以把牛头人打在弹幕上。来，同学们猜一下价格，你觉得这东西买多少钱合适？官方价格99.99美元，约合人民币670块钱。哎呀，如今呢，你就可以在 iPhone 上面玩 PS5 游戏了。根据外媒的一些消息，包括国内的一些爆料，华为的 Mate 50有可能是在8月份发布。当时我们做了一个详细的分析，如果8月份发布的话呢，是一个不错的时间节点，因为在接下来的1个月，华为的 Mate 50呢就可以占据大量的媒体关注度，而1个月之后 iPhone 14才会上市。但是呢，从最新的消息显示呢，华为有可能会把 Mate 50发布会的时间放到9月份。如果这是真的话，很有可能我们会看到一场彗星撞地球。2台机器都是关注的重点机型，发布的时间呢又都在同1个月份啊，甚至可能就在那几天。来吧，问大家一下啊，你猜华为是8月份发布呢，还是会9月份发布呢？看一看同学们的弹幕。反正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说，如果是8月份发布的话，从销量的角度，那肯定是更好一点的。如果你是吧势均力敌的2个人都在1个月发布，那你说这用户买谁呢？到时候肯定会比较纠结。还有同学问这个 Mate 50会长什么样子，我可不知道啊，我可没告诉你长什么样子，我只是呢给你看一看，这有一款平板电脑。PPT 老师大家很熟，不太过多介绍啊。每当看到他，我老是想起那首歌。我真控制，大家千万不要像我这样似的啊。有些歌是不能唱，一唱就黑屏。这个有同学可能还不太了解这个事儿是啥事啊。PPT 呢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唱了一首《向天再借500年》，侵犯了版权利益，然后赔了钱。这事儿反正也确实是因为之前一直没有一些明文的规定，最近这一周终于有消息出来了。那么监管部门呢，还有这个版权方啊，给出了最新的方案，从7月25号呢就已经试行了。如果你是 K 歌或者做背景音乐的话，300元每年，29元1个月。如果是单纯背景音乐，那就是10块钱1个月。如果你是卖东西的电商，那么就是980元
一个月。我到这儿我就想问一句话，这是一首歌啊，还是几首歌啊？来问大家一下，你觉得这是几首歌？一个月29块钱？他那个协议我仔细看了一遍，也没有找到一个明确的，但是我估计有可能是一首歌一个月980元。当然，这个最后的话，等规定正式实施的时候，咱们再和大家详细的来解读。这个说实话啊，最近几年咱们在听歌的时候，其实呢，很多同学都已经开始习惯付费了，但是我想说的是，很遗憾的是，我们可以回忆回忆，似乎最近这些年，咱们听到那种脍炙人口的歌曲越来越少了，总感觉这个花了钱了啊，就付费买歌了，这怎么歌还不如以前呢？大家觉得是为啥？原因有很多，能不能有那种原因，就是音乐作者们他并没有得到太多的实惠呢？不能瞎编，咱们来看数据。多家网站报道啊，后版权时代下，很多的音乐人啊，超过60%的音乐人，他们的月收入还不足8000块。对于很多音乐人来说，可能光靠做音乐都满足不了温饱吧。就是我们梦想当中的理想的状态，应该是观众付费供养这些艺人，让他们能够活得很好。但实际的效果呢，是流量小生们赚得盆满钵满，真正这个作词作曲的吃不上饭，平台赚翻了。你说这当然这是我瞎猜的啊，真实情况肯定不是这样的。我只是那么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，反正希望我们的内娱能够站起来。之前看有人评论说，最近几年的金曲奖评奖啊，这什么曲子这都是一个也没听过。国内这个音乐就不行，国内的音乐水平啊，已经倒退回20年前了。我就想说，倒退回20年前，还有这种好事吗？太好了，赶紧倒退回去吧。说完了内娱啊，那么咱们当然要看一下内娱的载体。我们连接一下上期视频啊，上期视频咱们给大家报道了，优酷呢这个会员收费，会员投屏呢要单独再收费。有同学说你这优酷太不像话了啊，疯狂吐槽优酷啊。现在我们再来看一看啊，不光是优酷，芒果 TV 宣布，从本月开始啊，会员卡价格从此前的25元一个月上调为30元一个月。大家对这件事情有什么评论呢？可以打在弹幕上，是不是错怪优酷了？网友弹幕表示，他明明可以抢钱，还送了你个会员，他真的，我哭死他。同学，你只是想到了第一层，他不光送你了会员，还送你了会员专属广告，怎么样？是不是很感动啊？各大网站报道啊，充了会员还有广告，各大视频网站被平台约谈，就这情况是吧？我是瞎编吗？不充钱你得看广告，充了钱给你看专门的广告，是不是很贴心？当然了，这里呢也不能全怪这些视频网站，为啥呢？因为很多用户啊，他就想看广告。同学们，你们回忆一下，当年朋友圈刚开始推广告的时候，是不是有的人能收到那些奢侈品的或者是跑车的广告？为什么别人的朋友圈就能看到奔驰、宝马、迈凯伦，我的朋友圈就只能看到美特斯邦威和南极人？到底是为啥？我怎么样才能看到宝马的广告？而且还促成了一个行业呢。当时啊，各大网站纷纷推出了教程，朋友圈广告攻略，教你如何收到宝马广告。我没瞎编吧？是不是都是真实发生的事儿？如果觉得真实，可以把“真实”2个字打在弹幕上，是吧？既然说到乱收费啊，咱们就来看一看又一个乱收费的典型啊。来，先问大家一下啊，大家日常出行的时候怎么走？咱们步行不算啊，骑自行车的啊打个1，坐网约车的打一杠，坐公共交通打一个3，自己开车打一个4。1、2、3、4，看一下同学们弹幕。我自己的经历啊，因为我们所在城市它比较堵。所以呢，我自己开车了一段时间之后啊，到哪儿都堵，还没地方停车。最近这1年，我经常都是骑车出行。结果骑车出行呢，还发现经常锁不上车。他老是我明明就在锁车点，他就非告诉我具体锁车点还有5米。等我往外挪了5米呢，他告诉我还有5米，我又得挪回来。总之就是锁不上。所以呢，最近这半年我经常是坐网约车。但是随着夏天的到来，各地开始纷纷报道，网约车开空调竟然要单独收费，有不少网约车还要单独付10元空调费。哎呀妈，这咋说呀？我都不知道咋评论好了。来吧，问大家一下啊，你觉得网约车开空调应该单独收费吗？大家可以打在弹幕上。新闻发酵之后啊，各大网站争论不休，大多数呢都是说不能收费，但是呢还是有一些支持收费的。我猜啊，这些支持收费的可能是网约车司机啊，这都不容易啊，我都理解。但是这不禁让我想起了之前外卖平台坑用户那个事儿，我怎么感觉这又是平台转嫁矛盾呢？这不应该是你们平台和你们平台的司机你们之间的事儿吗？我打个车就是用你车上所有的功能啊，乘坐功能加空调，这不很正常吗？你们之间的矛盾转嫁到司机和乘客上面吗？这好吗？这不好。就像当初送外卖似的，外边天热，
平台不给外卖小哥高温补贴，要求顾客献爱心给平台小哥发红包。我可以发红包啊，但不是你来要求我。我就烦这个平台这种总是把矛盾从你们平台内部转嫁到外部，哎，转移矛盾怎么这么熟练呢？我就这个平台转移矛盾这个熟练劲儿，满分100分，来大家打个分数，看一看同学的弹幕。归根结底，说白了就是一句话：平台抽成太多，就这么简单。不知道大家了不了解平台抽成的价格啊？我自己曾经问过，原来呢问一些平台的司机说：“师傅，你们这个抽多少钱呢？”他说抽30%。当时我就心想，我说这平台不学好，这怎么还学苹果呢？不是，这怎么还是吧？学那些巨头呢？后来呀，我才发现30%是真良心。现在这些平台你随便问问，那都是抽成40%、50%，跟国内安卓手机商店差不多了。说到汽车，咱们就来看一看汽车圈啊。那么国内的新势力3巨头啊，魏小李、蔚来、小鹏、理想。今天这个蔚来李总表示，将要跨界造手机，以后将会1年造1款手机啊，就像苹果那样。问大家一下啊，你是否看好车企造手机呢？啊，最近车企造手机热啊，吉利也好啊，蔚来也好啊。还有同学说啊，这个蔚来说他1年造1款手机，那能行吗？注意啊，你要仔细看新闻，这个一定要学会分析。他说1年造1款手机，有没有一种可能是他这个手机的名字叫1款手机？你看苹果还叫 iPhone 的吗？它还有 Pro Max， 它还有 SE 的。那咱这蔚来这个手机，它可能名字就叫1款手机，1款手机 S， 1款手机 Pro， 1款手机 S Pro， 1款手机 Pro Max， 这是有可能的。你们不要总去吐槽蔚来造手机，为什么？我觉得是可以期待一下的，因为啊，蔚来汽车有着别人家没有的黑科技。是什么？大家可以打在弹幕上。如果你不了解，我可以告诉你，绝大多数的新能源汽车都是充电方式，再快它也在那插着充。蔚来他家不是，他家是换电方式，到换电站换个电池，1秒满血，根本不用考虑什么快不快充。所以呢，我就非常期待啊，蔚来能够造蔚来手机，非常期待。现在这个手机你再快，它不也是充电的吗？那蔚来手机它没准可以用换电的方式，显然它可以采用1秒钟换电技术，手机原地满血复活。你看这是什么黑科技啊，对不对？你看一看市面上那些手机厂商，谁家能够造出换电的这种黑科技手机？有吗？大家觉得蔚来真的能够研发出手机换电池这样的黑科技吗？能吗？看一看同学们，你们打诺基亚是什么意思啊？是诺基亚咋的了？诺基亚也有这样的黑科技？不可能吧？20年前就有了，你骗我吧你啊！下一个。华尔街日报爆料，世界首富马斯克出轨世界第7大富豪，谷歌创始人。不知道这个消息大家有没有了解啊？有了解的同学打个1，完全不知道同学打一个2，看一下同学们弹幕。不是，你们这个弹幕误会了，不是啊，不是他俩，是华尔街日报报道，马斯克出轨了谷歌创始人的媳妇儿前妻啊。那关于这件事情的话呢，这个有同学说，这你一个科技消息，你整这些八卦干什么玩意儿？我是啊，但是你看，这都是全球知名的媒体，国内的各大媒体疯狂的报道，你说咱不关注一下也不太好。好，那当然我们就不关注那些细节了，那咱们可以关注一下后续。首先呢，马斯克这边是强烈的辟谣反对，说这一切都是瞎编。啊，过去这2年我们一共也没见过2面，而且见面的时候别人还在场，都多人在场啊，不可能。而且呢，最后他还打了这么行字：我已经很久没有过那种生活了 ，in its。这网友还评论呢，这很久是多久啊？来，大家说一说，你觉得这个很久是多久？世界首富的很久是多久？是1年？是1个月？是1周还是1天呢？好了，还有同学们反复在聊啊，主播，咱们这是个科技频道，你这狗血八卦和这科技有什么关系？对不对？那今天咱们就说一说啊，这个事儿还真不能说完全没关系，数据它是不会骗人的。从7月24号出轨消息爆出到7月26号，特斯拉市值暴跌了6%，3000亿人民币的市值蒸发消失。这期间不知道有多少人就倾家荡产、灰飞烟灭、空中飞人。这真的是一个八卦或者是一个狗血吗？这背后是真的血淋淋。科技不聊，那人来吐槽。想看到我们疯狂吐槽各家厂商，欢迎关注一下我们。咱们下周再见。祝大家都有强壮的身体，多赚 money， 天天都能休息，每天还有花不完的法定货币。感谢大家的点赞。哎，这是谁掉的硬币啊？给大佬们磕头了。下周别忘了还来玩啊！我已经很久没有过那种生活了。in its， 这很久是多久啊？